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因为我觉得喝起来的口味就不像是葡萄酒。此处非静止的画面，芋头沉默了10秒。我现在的嗓音已经变这样了，非常的，我自己听着觉得自己好搞笑，怎么办？这期发出来应该很多人脱粉吧？真自作的博主讲话这样讲啊！我居然吃出了一个塑料，天哪，这也太有戏剧效果了吧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超爱喝酒，但是只能喝3杯的3杯芋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噔噔。啊，你点了这么大一杯，这不应该用收机拍照吗？我没有。不行，我现在咽炎，我会笑到咳。你要帮我开一下这个，或者起这个，这要剪掉，这个剪掉，不符合我在你频道里的人设。虽然你的频道里还没有出现我的颜色。烤好了一个五花肉，就是他拿出来给你的嘛，就是这份那个。这人还在疯狂的打工作电话。这次回福州的一个意外之喜，是和失联10多年的小学同学终于见面了。起源是我爸翻箱倒柜找出了我小学时候的毕业照片。我突然想到之前有看过这个小学同学发的朋友圈，他貌似也回福州了，所以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。本来心里还在犹豫，说这么多年没有联系，突然发信息会不会很尴尬？但是没想到他回的第一句话就是“你住哪里？我开车来接你”。那一瞬间我有点被击中。成年人的社交圈越来越小，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是因为社交的逐渐功利化。就算重新联系到一些人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日常的生活没有交集，最后也只是精力的消耗罢了。但是现在我更想换个角度看，有些重逢本来就不需要有未来，而是为了在这一刻，我们能一起怀念当年的自己。这大概就是一期一会的意义吧。OK， 今天第3天，终于这家小酒馆开了。对，这个人走得满头大汗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去这家小酒馆试试看吧。之前在网上查到福州有一个专卖国产葡萄酒的小酒馆，所以一直想来尝试一下。可惜前2次来这家店都恰好关门，第3天总算是开门了。就这边这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吗？有点夸张。OK， 进去吧。还放着柯南，哎，好复古哎！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柯南。先看一下它的酒的品类，就我想尝试那个橘，好像是说还蛮著名的。当时我在北京有看到，但当时没喝。好，那我们先来2杯橘。这个橘是是橙酒 Orange Wine， 它是浸皮的对吧？它是什么葡萄种类啊？看一下酒标。它也没有说写是什么葡萄种类，主要是体验一下。但这个因为没有葡萄的种类，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它只是噱头会多一些吧。但是我是在北京那家店也看到过，他们这边量酒还量得非常的精准。然后我们点了另一个橘酒，它的原料是龙眼葡萄和小芒森葡萄，这2个我是都没有见过的，之后回去要谷歌一下是什么样的葡萄。还蛮神奇的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咯。OK， cheers。我这边跟你们2个不一样。这闻上去有一种柑橘的那个味道，对吧？好酸哦。它甚至有种啤酒的味道了都，对吧？好神奇啊！真的就是这个味道吗？天哪！妈呀！这个味道更特别一点，它喝到后面有一股米的味道，是有种米的味道，是，但是这个就比较常规了，但是这个真的不常规，完全不常规。我从来没有在欧洲喝过这样的。你尝一尝没关系，我建议的。因为在欧洲就是它所谓的 orange wine， 它其实就是白葡萄酒浸皮，所以就带了一点颜色，所以但是它口感上来讲，总体是跟白葡萄酒是比较接近的。但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就跟我们平常喝的葡萄酒的风味完全不同。我觉得是另一个品种了，另一个品种的感觉。它甚至好像里面放的是橙皮还是什么，就有一种辣口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吗？所以喝起来还有种啤酒的那种风味，对吧？很神奇的一个风味，就很颠覆传统葡萄酒的那个感觉。在那边可以喝到很多好酒庄的酒，我们这边很多。是，但是我就是想尝试不同
区域的嘛，然后这个是酿成这样，我也是没有想到的。是啊，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因为我觉得喝起来的口味就不像是葡萄酒，好吧？作为一个酒类博主，大受震撼。没关系啊，来。我们对先体验一下，就是这是第一杯，第二杯我们喝个正规的皮诺诺，那看他喝黑皮诺的时候会不会有喝出来的特性。OK， 再点了一杯古问，然后是赤霞珠，然后还有一杯这个卡皮巴拉的皮诺诺，来尝试一下。OK， 这个是无问，这个是赤霞珠的，然后这个是皮诺诺，卡皮巴拉。怎么样？这边味道闻起来非常的冲，但是喝起来，比想象中要淡一些。来，这是皮诺诺，黑皮诺，我来看看。果然不出意料，这不是意外，这是谋杀。就怎么说呢？确实是好像一点也不典型。但是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酒开封久了，就是它跟我们在捷克喝那家皮诺诺，它是完全没有任何果感的。当时我们去喝的时候，果味是非常清新的，尤其是它是2000几年的吧，2023年还是2020，反正都是很年轻的酒。这种情况下，它果味保留应该是比较好的。但是我们其实是并没有喝到就是像黑莓啊像这样的一些果味，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皮诺诺，就是它整个果味是没有出来的。保存的不是很好。就一言难尽，这个那来喝赤霞珠，赤霞珠总不会错了吧 ？OK， 这是个混酿，赤霞珠再加上另一个我也没看懂那个什么葡萄，待会儿我查一下。此处非静止画面，芋头沉默了10秒。赤霞珠就是应该要提供单宁，单宁很重了，但是这个。就超级重是吗？就是它怎么说呢？就是它的这个味道也不像赤霞珠味。我能 get 到为什么就是当时在北京说那个宝山是最好喝的酒了，因为那款至少典型做出来了，这款是完全没有典型做出来。对，那这2杯喝下来呢，我觉得卡皮巴拉这杯可能会更让人容易接受一些吧。这款是，不知道该如何评价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在家里附近找了一家装置很精致的云南菜，然后最近也蛮火的，所以就跟老爸决定来一起吃一下。那我们就进去吧。给你倒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高山冷萃，尝一下。干杯，干杯。蜜桃的味道，有点蜜桃茶的味道。还可以。不会很甜，刚刚好。那这是一份牛肝菌炒饭，然后也是他们家的主推的菜色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味道吧。很香啊。是啊，牛肝菌很香。哎，这2天得了咽喉炎，讲话现在嗓子都是哑的，还蛮好吃的，有一点点辣。这是点了一份边境奶油虾，哇，长这样。然后蘸一下这个奶油一起吃，蛮好吃的，咸咸辣辣的，不是单纯的奶油的味道，它有点就是椰奶的那种感觉。还点了一个炒菌菇，现在已经有点忘了是个什么菇。然后还点了一份薄荷牛肉，然后待会儿他会帮我们在这里烤一下牛肉，谢谢。稍等一会儿会帮你捞出来。好，谢谢。那先来吃一下这个薄荷牛肉了。蛮嫩的啊，而且也确实是有吃出薄荷那个味道，还蛮好吃的。来试一下这个沾的这个酱料，它酱料是酸辣的那种感觉，蛮开胃的。这个牛肉还蛮好吃的，我本来以为说煮一下可能会比较油，但其实它炸出来也不是很油，所以就吃下来是这个炒菌菇是最辣的，薄荷煎牛肉反而没有那么辣，而且还蛮好吃的。然后这个炒饭中规中矩吧，然后这个奶油虾还蛮好吃的，所以这就总结了我们的一顿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吃喽。每次回国几乎都会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去厦门看望我的大学同学兼室友。这次也打算去厦门来个2天1夜的短途旅行，和好久不见的朋友一起聚一聚。
Hello， 我又出现了。今天托芋头的福来蹭他大学同学和我们初中同学的饭。对，来了一家非常 fancy 的野果云贵川 Bistro。之前在北京有看到这家店，但是因为排队人太长了，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去。然后呢，在福州也看到这家店，然后我已经看了2次了。然后刚好我同学跟我说他也想这家店，所以我们就刚好说那大家就一起来吧，也是蛮凑巧的。是这么高端。耳块，什么那个鸡耳块，然后这个耳块是什么呢？好像就是年糕。年糕。OK。你们俩那来吃一口咯。模组就好像那种探店还不错，没错，很辣。假装是网红，红了耶！快红了，差一点点就红了。拍，还要敲吗？天哪！对，还有这个。哇塞，不愧是 Bistro， 做出了法餐的质感。奶油野酸菌，那还加了那个锅巴糙米的感觉。好吃吧？好吃。这道菜超好吃的野山菌。来尝尝这个手撕鸡，鬼鸡，低的吧？非常清爽哎，就果味非常的浓，对，酸酸甜甜的。现在目前为止每一道菜都很好吃，都没有踩雷。那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双脆咯。这边方便打扰一下几位吗？想问下咱们今天午餐体验感觉怎么样呢？很好啊，很好吃。100万粉丝不到，你们真是够了，不要这样，博主脸都红了，红到耳朵的根了。你们要这样调戏爱人吗？你们合适吗？你们？直接免费提供的苹果醋。苹果醋，谢谢。是每周都提供吗？还是因为我们长得特别好看所以提供？好恶心啊！就像你一样，谢谢。不是现在不是要讲点梗才能够火吗？我现在就不如让我脱衣服。其实毕业以后，大家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和生活，像这样能约出来见上一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们聊工作，聊生活，也聊自己的变化，好像想把中间的空白给补上。就像我开始拍 vlog 这件事情，他们大概也没真的期望我会变成什么网红，但是他们会为我多找到一个生活的支点而感到高兴。所谓好友，就是为你生活的一点点小变化而感到开心的人吧。大家晚上好，这位模特要带我们去吃一家做厦门菜的店，叫做味友。好，那我们进去吧。对面就是鼓浪屿。哇，超级中心这个。超级中心，而且离中山路也很近。是吗？是你们的阴影？福建人的，因为那个面线会一直繁殖，对，会长得很大，对。还是不要吧。好，可以。这家店主要做的是闽南菜，特色菜之一是鸭面线。但是说实话，作为福建人，从小对面线都没有什么好感，稍微吃得慢了一些，面线就会糊成一团，最后怎么吃都吃不完。这是一份软壳虾，我现在的这个嗓子比较性感，声音我觉得已经听不出我平时的声音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声音变成这样。震一震。拿冰可乐来那个以毒攻毒一下。他们说可乐曾经是治咳嗽的药，所以说他们想让我喝可乐。感觉好像是我们要你喝怎么样？不是，我感觉我现在有点像是，就是那种唐老鸭还是米老鼠的那个感觉。来，我来尝一下这个醋肉。目标是什么？好吃，它没有很多醋的味道，其实。好吃。这个是紫菜虾烙，感觉就很好吃的样子。蛮传统的菜色。好香啊！它这个虾非常 Q 弹，然后还有紫菜的鲜味，超级好吃。沙茶锅也是厦门特色。有花生酱加辣椒酱，辣椒油虾，有豆腐。沙茶乱炖。那我们来试试这个沙茶。就杯子说喝水。之前在厦门就是也经常吃这个沙茶面。应该是米菜。这个沙茶做的也蛮好吃的。对，就是味道没有特别的重。有的沙茶面它味道会做的特别重，我就很不喜欢的。这家店我觉得是很刚好的。鲜景芋头，它是芋头和肉炖，咸的。芋头吃芋头，芋头，相煎何太急。好吃吗？沙沙的口感，很绵软的感觉，对，一戳就那个就烂。但是这个甜咸党可以来蒸一下，甜咸蒸一下，你觉得芋头应该是甜的还是咸的？对。总体而言，如果想要来尝试闽南菜的朋友，很推荐来这家店哦。几个招牌菜都做得很不错，没有踩雷。
OK， 我们现在吃完饭，来到了厦门的著名的中山路，然后准备买一点伴手礼带回荷兰。这是芋头在给大家录视频，他的声音变得很像米老鼠。没错，我刚吃完饭喝了两瓶可乐也没有什么用，可我现在的嗓音已经变这样了，非常的，我自己听觉得自己好搞笑，怎么办？对，但是还是要给大家录一下，对，毕竟也是一个博主，米老鼠也是拼了，对。现烤金凤梨酥，感觉很不错，那我们去看一下，60元每盒。哇，好精致哦！好精致哎！它是3盒，一个粒10块，这么小的一个10块。是啊，但是那个也差不多价钱啊。叫什么名字来着？粗小糖也是。我没买过。我买过。芋头还是很有钱的。放屁！好吧，那我就买过去。3盒160还行。哦，3盒，我肯定要买3盒。然后再一个凤凰酥吗？别承认哥哥。你们老板不是赵小姐，她只是一个品牌，但这确实是赵小姐的店。所以赵小姐的店，她的老板不叫赵小姐，她只是她的故人，她的赵小姐的孙女。我同学跟我说阿吉仔卖伴手礼也很不错，也是卖一些比较传统的厦门的伴手礼。你要介绍一下这条路出名的是它是很典型的这种骑楼。骑楼是什么？就是这种。你看它不是有那个门廊吗？类似，然后那个上面建筑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这样的建筑，叫骑楼。内试吃，你有牙签，3个雪花酥，2个奶糕，4个馅饼。啊天哪！我们在那边看到了一个叫做黄远堂凤梨酥，就有这个福建名茶凤梨酥，买3送1，我感觉这个好像更合算。而且它就是有福建名茶那个特色，对吧？我们刚刚只是一个普通的凤梨酥，这气氛爽应该很多人脱粉吧？真是做作的博主，讲话这样讲，试一下吧。大红袍味道，还有茉莉味道，还有个铁观音味道的试吃没有了。这是那个芋头在福州的最后一顿。最后的晚餐，对，然后点了一大瓶可口可乐，对，点了一瓶可口可乐，因为比较喝饱就行了，对。我们吃在一个就是室外的这个餐厅，可以把这个周围的这个。你们这纷纷指导我如何拍视频，你们这一群人。这个人说要带大家看一下外面的环境，好不容易定的。是。外面非常浪漫，它是有点像是月亮星空的感觉，对吧？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包厢，对，然后我们是狮子座，7月份的尾巴，要唱起来，这个非常的暴露年龄哎。它这边还有就是正常的室内的包厢，就有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也可以在室内。倒也是大可不必。逛了一圈，还有这个动次打次 disco 的这个灯光，对，来，我们来试一下味道嘛，对。小黄鱼，脆脆的小黄鱼，很好吃哎，酸酸甜甜的，非常的开胃，口感比较。说了一脆爽，脆爽。这个博主的这个形容词很匮乏，就是清爽，你可以听清爽这个词。不是你说好美好美300遍，说好美，好美啊，好玩啊。对啊，然后你还有脸说我吗？真是。那就不是我的频道。好的。他们是用豆浆去煮这个鱼，还蛮特色的，之前都没有吃过。这个菜点的客人多吗？很多人多啊。哎，感觉好像开始滚了，是不是？真棒！哇塞，小姐姐帮我们下鱼了。然后之后就是加着这个配料吃。是的啊，它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嘛。豆浆厨房鱼，那个老板的老不完全是这个效果，已经快上大学了。超级鲜这个豆浆，这个超好喝，然后鱼也非常的嫩，然后还有一个巨大的红鲟，我已经真的是几百年没有吃过红鲟了。这次某人真是破费了，是藏在鞋子里的钱都已经拿出来了，对，好高档啊，对，好破费啊，对，我就觉得有点坐立不安，对，感觉要看我脱衣服才可以。我们刚刚吃完了大鱼大肉，现在来喝个糖水，因为甜点的胃还没有满。我们也是在随便找的一家糖水店，然后在三坊七巷附近是吧？对，这家的店主应该是个蜡笔小新的发烧友，就是整个店都是蜡笔小新的装饰，还蛮有意思，叫做福运糖水。哇，我们点的东西来啦，这个是芋泥牛奶绵绵冰，
又是香煎和太极的一串马蹄龙眼糖水，然后也是季节限定的，然后感觉会对嗓子比较好，所以点了一下。来福州果然还是要吃芋泥，这次好像都没怎么吃芋泥。红豆也很好吃，绵绵的，好吃耶。上面还有撒了一些椰子片，然后底下就是牛奶的那种绵绵冰，芋头非常软绵，好吃，好喝好喝。结合桂圆也不会特别甜，对，很新鲜，很那新鲜。它就是因为是季节限定，现在才有这个桂圆，这就是这个甜度刚刚好，我觉得。上面还撒了一些桂花，还有桂花的香气，强推耶！这甜汤超级好喝的，好吃吗？哪个好吃一点？好的，马上就要回荷兰了。是啊，时间好快。是的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今天晚饭我们也跟初中同学聊得很开心，了解了一些初中的往事，大家的糗事，对，还是能笑得很开心的。是的，这么多年同学没见，还可以谈一些当年的糗事，还会记得一些事情，就会觉得还蛮感慨的。对，下身好凉一点。这个应该是不能播的吧？可以播，应该没有人没有人会听得懂。希望再过10年、20年，大家聚的时候，还是能够这么开心。是的，还能够记起以前的一些事情。对啊，这才是我觉得也是拍视频的意义吧。是。就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就觉得啊，原来我们当时说过这些话。这个频道应该会有很久不出现了，估计要1-2年吧。可以向芋头要我的联系方式，是不是？你就是要在频道征婚吗？有要这位小哥联系方式的人，可以给我发私信。说完啦，烘盘。明天就要飞回北京，然后再从后天就要飞回荷兰啦。对呀，再见就是下次了。那大家有机会来三坊七巷附近，可以来家糖水店看看哦，里面都是蜡笔小新。拜拜。我这次飞回荷兰同样也是乘坐荷航的商务舱，首都机场的休息室服务是由海南航空提供的。点了一个馄饨，然后感觉还蛮好吃的，它的汤的味道是比较咸鲜的。吃下馄饨，馄饨味道也不错。天哪，我居然吃出了一个塑料！天哪，这也太有戏剧效果了吧！吃了。以后跟一个工作人员说一下，还是说一下吧，要是别人知道也就好。吃完了正餐之后再吃点水果。刚刚跟工作人员提醒了一下，然后他们说那个好像是个钢丝球，但他们烧完并不用钢丝球，所以就很迷，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哪里来的，非常的神奇。刚刚后厨帮我又切了一份水果送过来，表示歉意。但是我自己也拿了一份，非常尴尬，所以现在正好吃掉2份水果。点了一杯 rosé 来尝尝味道，还不错喝，我觉得比刚刚那杯香槟要好喝一些。前菜点了一个鱼的沙拉，然后要了一个面包，换了一杯白葡萄酒，这个是西班牙的里欧哈。里欧哈其实我喝红酒会喝的多一点，它的酸味还是比较突出的，跟这个鱼还是蛮搭的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吃吧。这是熏的鱼，还蛮好吃的。周鱼不是三文鱼，然后它的底部是铺了薏米。主餐来啦，主餐是一个小牛肉，然后点了一杯西班牙的红酒，甘拿水，还蛮好喝的。李子的那个味道还是挺浓重的，配这个牛肉还是挺合适的。点点环节有一个慕斯，然后一个类似是提拉米苏，还有一个橙色的非常可爱的一个马卡龙。点了一杯茶，天哪，我的嗓子已经。那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慕斯，它里面还有黄桃，还挺好吃的。尝尝这个提拉米苏，不是很甜，还不错。现在是飞机上的第二餐，第二餐有一个鲑鱼沙拉，然后还有一个鸡肉米饭应该是，然后还有一些水果和甜点，然后要了一杯鲜橙汁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吃了。这次回国的后半程不幸感染了咽喉炎，严重到去社区医院做了雾化，所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大好，很多原定的拍摄计划也没有精力去执行，而且最近生活里也发生了很多事，导致剪辑时间有限。那也感谢看到这里的各位，
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哦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